大家好，最近德国的债券殖利率呢，它已经跌破零的水准，也就是说，德国长期的债券呢，它已经是呈现一个负利率的一个状况。那今天录影是9月5号，昨天收盘9月4号的时候呢，德国30年期的债券呢，已经到达负0.185这么低的一个水准。那我们想想看，为什么这个殖利率会呈现一个负数的状况呢？那负数的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借钱给政府，你不但没有利息，而且呢，你必须付利息给政府，也就是说，你求着政府或者发行机构呢去拿你的钱。明天有2个德国的企业呢发行公司债，它是以负0.5% 来做发行，一个是汉高集团，一个呢是制药的赛诺菲。这2家公司呢，它以负0.5% 的这个利率呢发行这个债券。那政府发行债券用负利率呢，还比较容易了解。那为什么企业发行债券也可以用也可以用负的利率来做发行呢？也就是说，你要去买这个债券，你要投这个债券，不仅没有利息，而且呢，你必须要去支付这个利息给对方。那这个呢，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呢去探讨这个事情。第一个，我们常讲到说，这个实质利率是等于名目利率扣掉通货膨胀率。名目利率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目前在可以看得到的利率就是名目利率。比如说台湾的政府公债，它10年期利率假设是0.8%， 那0.8% 呢，这个东西呢就是名目利率。那如果说你扣掉通货膨胀率呢，就是实质利率。假设我们预估说明年的通货膨胀率呢是0.3%，那0.8%扣掉0.3%，这个实质利率呢就是0.5%。那我们看一下，如果说这个名目利率已经呈现负数，比如说德国30年期的政府公债呢负0.185，这表示说一般人预估或是投资机构他会预估呢，未来的这个通货膨胀率呢会呈现一个负数的状况，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通货紧缩的状况。假设这个名目利率是负0.185，那如果说这个通货膨胀率呢是负0.2，所以它实质利率呢就会呈现一个正数的状况。所以这个负的殖利率呢不难理解，就是说人们预估未来是呈现一个通货紧缩的一个状况。通货紧缩会比通货膨胀呢更令经济学家觉得可怕，因为如果说在这个经济活动里面呢有适度的通货膨胀呢，对经济发展是好的。但是如果说它是一个通货紧缩的话呢，这表示说这个经济呢会在一个衰退的循环中呢打转。所以在不管是政府机关或者是经济学家呢，很怕的就是一个通货紧缩。那从这个全世界的债券来看呢，目前欧洲的主要经济体呢，目前大概只剩下英国呢，它是呈现名目利率是呈现一个正的一个状况，其他大都有一个负殖利率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个负殖利率呢，除了我们预估说未来它可能是呈现一个通货紧缩的一个状况之外嘛，另外一个是说，因为这个游资太多钱都跑到银行里面去，那银行要怎么处理这些游资呢？它唯一的方法呢就是买债券，寿险公司也是一样，它就是买债券。所以当这个债券持续的被购入之后呢，它的需求大于供给，所以呢这个债券的殖利率呢，它就呈现一个负数的一个状况。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个法人机构呢，他在买进这个债券的时候呢，其实他不一定要持有到期他可能是以交易为目的。所以假设今天德国30年期公债是负0.185，那他预估说未来可能会负更多，可能负2、负0.2、负0.3、负0.5。所以呢，这时候他买负0.185呢，他未来当殖利率继续往下掉的时候呢，他在负0.2的时候呢，把这个债券卖掉呢，它仍然会产生一个资本利得。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这几个东西，就是说负殖利率的债券呢，它是绝对有可能是存在的，而且目前呢，这个世界上呢，很多的国家呢，它的殖利率都呈现一个负数的一个状况那依据这个《工商时报》8月6号的社论呢，它有提到说，这个依据研究机构呢，国际金融研究机构 IIF 它的统计呢，全球大概有250兆美金的这个债务，也就是债券，250兆美金的债券，那其中有14兆美金呢，它是呈现一个负
利率的一个状况哦，所以我们看起来这个负值利率的这个债券呢，目前是一个蛮常态的一个现象哦。那我们在分析这个债券殖利率的时候呢，我们不得不看到一个国家的殖利率，也就是中国债券的殖利率。那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中国债券正式的纳入彭博巴克莱的一个全球的债券指数。这个中国债券呢，大概是占这个指数的5.5%，第一个月就已经买了356亿人民币，这么高的水准。所以我们看起来，这个中国大陆的债券呢，在国际市场的在国际债券市场呢，它即将占有一席很重要的一个地位。那在今年的5月呢，2019年5月呢，这个中国债券的总市值呢，已经超越日本的债市，它成为全世界第2大的债券市场，仅次于美国。那这边有个网站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说，亚洲各国它的殖利率曲线的一个状况。那目前亚洲地区的主要国家的殖利率呢，事实上都非常的低哦。那目前看起来有超过3% 的这个殖利率的，大概只剩下中国大陆这一个国家的债券市场。我们看这个网站呢，这是 World Government Bond 的一个网站啊，世界的政府公债的一个网站。那这边呢，从这个网站呢，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各个国家的殖利率曲线的一个状况。比如说这张图呢是日本的殖利率曲线，那它30年期目前的公债呢是只有0.135这么低的一个水准。那它分别有3个月前跟6个月前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把这个国家名称呢直接改掉，所以就可以找到你所需要国家的殖利率曲线。比如说我们把这边打中国 China， 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公债的一个殖利率曲线。所以我们看起来它30年期呢还有3.77% 左右的一个水准，所以看起来中国大陆的债券在亚洲地区呢还是相对比较高的一个状况哈。那比如说我们把这边呢再改成台湾，看台湾的殖利率曲线。那目前台湾的殖利率曲线呢，殖利率也是偏低，所以我们看30年呢，它也大概只有不到1% 的一个水准。那在6个月前呢，还有1.3、1.4的一个水准。所以看起来中国大陆在目前亚洲地区的几个国家呢，它的殖利率还是仍然属于比较高档的一个水准。所以我们看起来这个资金呢，已经大量的涌入这个中国大陆去买这个债券。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投资者，你要怎么去投资中国大陆债券呢？当然有几种方法。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说，你直接去中国大陆开户。那目前开户的状况呢，我估是困难度比较高哦。那他可能要居住证明，或是很多的一些设定的一些条件，所以目前看起来直接开户的难度上是比较高。那第二个是买投资中国大陆债券的一些基金，那这个基金呢非常多。但是呢因为基金呢它的手续费会稍微偏高。第三个呢就是你可以买台湾所发行的，或是香港、美国所发行的这个 ETF。 那目前台湾所发行的投资中国大陆的 ETF 呢，大概有10几档。那我这边一个表格呢，是把这个 ETF 呢依据不同的投资年期呢来把它做分类。那如有兴趣投资中国大陆债券的，而且想买 ETF 呢，这张表呢给大家做个参考。那这边值得一提的是说，因为这个 ETF 呢，它是投资以人民币计价的这个中国债券。好，那最近呢，因为人民币的这个中美贸易战的关系呢，所以造成这个人民币的大幅贬值。所以这个贬值的这个状况呢，它会影响到这个ETF 基金的这个净值。所以如果说当大陆的殖利率往下走的时候，照理说你的 ETF 价格呢是往上扬。可是因为这个人民币贬值的关系呢，当你的交叉汇率就对台币的这个币值如果是贬的话呢，你可能会造成你的这个 ETF 呢不仅没有上涨，而且往下滑。那这点是一个汇率上的问题，给大家做参考。那最后呢，祝大家投资顺利，谢谢大家。